爸爸，现在大家都在说东升西降啊，外资都在进来 all in China， 那现在我要不要连底裤也压上去买中港股呢？那在大家亢奋的时候，我反而是非常的谨慎小心的。现在我看到3只灰天鹅，这3只灰天鹅出现的话，全球股灾有机会出现的，并且我会在影片中分享我对中港股市的未来的看法。那你记得把这个影片完整的看完哦。那我还记得你在2024年的1月底的时候呢，在大家都绝望悲观的时候呢，最早一个开始大胆的出来讲看好中港股的，你也是少数的最早期说东升西降的。还记得当初有一连串的坏消息，比如说中国内房崩盘，失业率高企，美国要制裁中国，供应链撤离，还有通缩等等，所以当初外资都在撤离中港股。还有几句名言，就是说珍惜生命啊，远离中港股市 all but China， 什么都可以投资，就是中国不行， Hong Kong is over， 香港完蛋了等等。那这一次你又看到了什么灰天鹅呢？那第一个灰天鹅是美国有可能会进入经济的衰退，还在2-3个月前，美国的经济是一片向好，通胀也在下来，美联储也在降息，所以股票市场也涨了好多。但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短短的2个月，美国的经济正在急速的降温，很大的可能会进入一个经济的衰退，连特朗普自己也承认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短暂的痛楚。那我们不要看新闻来判断。阿菲娜，你知不知道如何看市场的数据来推算一下美国现在有多少的几率会有一个经济的衰退啊？我们可以算一下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减去3个月的国债收益率，如果这数字是0或者是以下，代表在未来的6到18个月经济很有可能会衰退。这些数据都可以在美联储的官方网站上面看到，而我们看到截至2月底，这个数字已经是低过0了，这就代表着未来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现在正在直线的上升。那刚才阿菲娜说的是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是到2月底，如果我们把10年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和今天的3个月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来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差是越来越负，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衰退的几率是直线的上升。那为什么现在市场会担忧美国的经济会这么快的放缓，甚至会衰退呢？其实有2大原因。第一个，特朗普的关税战朝令夕改，这使到很多的企业不敢去招聘或者投资，同时大家也恐惧特朗普给外国的产品加关税，其他的国家也会有报复性的措施给美国的产品加关税，这会大大的影响到许多的美国跨国企业出口的业务，也会影响从外国进口在美国做销售的这些零售批发商。那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是委派马斯克成立了 Doge 的部门，大幅度的削减了联邦政府的开支，也大量的裁员了。大家想一下，这些被裁员的人士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消费的意欲一定会大受影响，而且他们现在都在抛售房子，特别是在 Washington DC 附近工作的楼价已经是跌了好多，因为是卖的人远远要比买的人要多，楼价跌了，工作又没有了，谁还会去消费呢？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 GDP 是有个人的消费、企业的投资、政府的开支和进出口4个部分组合的。那现在个人的消费、企业的投资还有政府的开支都是急速的下降，美国的 GDP 当然也是马上跳水了。那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忧也使到美股有如过山车，今年已经累积跌了许多了，当然也有强劲的反弹，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技术性的反弹，我个人还是比较谨慎，不太看好美国的基本面的。那第2个灰天鹅是什么呢？第2个灰天鹅在台湾，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最近对两岸的政策有了更强硬的立场，他把海峡的对面正式定为敌国，有敌国论，那这当然已经是触犯了中国大陆的底线，所以中国也在台
台海有军事的演练。那赖清德也在全力的推动非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尽量的切断整个供应链跟大陆的来往。其实这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有生意做，有钱赚，大家就会客气一点。当所有的利益关系都被切断了，那以后翻脸翻台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所以去红色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策。那现在特朗普用关税要挟把台积电去美国做大量的投资，甚至把研发中心也搬去了美国，这个也会掏空台湾本身的经济。再叠加去年台湾的股市是非常的高，也有可能会随着美股的调整，台湾的股市也会进入一个更加大的熊市了。台湾的朋友要做好风险的管理哦。爸爸，第三个灰天鹅我知道了，就是刚刚发生的。根据彭博的报道，李嘉诚长和卖港口的交易，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了。长和的股价今天立刻直插5%。那如果这笔交易真的最终被取消的话呢，影响的一定不仅仅是长和的股价了，而是所有的中概股了。还记得2021年阿里巴巴事件吗？当时中国的政府阻止了蚂蚁金服在香港和美国的上市，导致了海外的投资者对于中概股信心大减，纷纷撤资走人。之后的3年，股票市场跌了好多啊。那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不会这么愚蠢去干预这一笔商业的决定，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还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问题，中国政府也在积极的想吸引全世界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去中国发展。如果中国政府是干预一个商业的买卖的话，这不符合中国的整体的利益。另外，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干预了长和，美国政府也会用这个做理由进一步的制裁或者攻击。那其实我现在才看懂李嘉诚的睿智，因为他这次卖的不仅仅是巴拿马的2个港口，因为如果只卖这2个港口的话，很明显是跟现在中美的角力有关的。他卖的是全世界除了中国和香港的港口。那为什么要把香港和中国的港口不包括在这一次的交易内呢？也正是避免了中国政府有机会阻挡这笔交易。那现在整个交易牵涉的港口都不在中国和香港，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来阻挡呢？而我个人更乐观的看，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阻止这个交易，那在商业的社会里就要用商业的手段来进行。中国有许多的中资企业或者国家队的资金，他们完全有能力轻易的把整个长和买下来，把所有李嘉诚底下的资产全部归中国拥有，那就不怕落到美国人的手上了。那如果真的这个收购战发生的话，长和的股价一定会坐直升飞机飞到天上去。所以危中有机，别人恐惧我们可以大胆，别人亢奋我们要小心。那大家可以看到 Chief Papa 的睿智呢，其实是他做了几十年的生意累积回来的经验和眼光。Chief Papa 呢，平时用这种生意人的思维来评估一家公司企业值不值得投资，并且他也乐于教学。最近呢，我们还访问了一位学生，他成绩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鼓舞。这位同学是一个投资小白，认识我们之前呢，短1年的时间内亏掉了他仓位里面3/4的资金，觉得自己投资没有希望了。然后认识了我们之后呢，学习了几个月之后重新起步，过去2年赚了300%多。这位同学以前呢，对于金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背景。那如果大家也有兴趣跟 Chief Papa 持续的学习下去呢，我会邀请你快点了解一下 GMT 计划，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很快就会停止收生咯，所以不要错过，赶快点开资讯栏了解更多。今天给大家讲了3个灰天鹅，这3个灰天鹅发生的引起股灾的机会是有，但不是最大。我们讲的目的是让大家做好风险的管理。我个人觉得中概股的股市
还在一个牛二初期，未来会有更多的媒体报道东升西降，中国的 AI 和科技的发展，全世界的投资者在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投的时候，资金也会陆续的进入中概股，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乐观的，但越是乐观越要谨慎小心灰天鹅的出现。最后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是灰天鹅而不是黑天鹅呢？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也邀请大家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视频的上传哦。我们下次再见。